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故事发生在中国辽宁省的沈阳市。2011年11月22号，当地法院迎来了2个新面孔，一个是41岁的年轻女子令玲，另一个是在轮椅上的老人康志成。即使天气已经入冬，74岁的他还是亲自出席庭审。被他告上法院的人是他的前妻兼前保姆。庭审一开始，双方就吵得不可开交。中场休庭期间，两人在楼梯间相遇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令玲指着康志成说：“你就不是个男人。”两人为何会恶语相向，甚至是反目成仇？我们先了解两人的背景。先说康志成，1938年，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从战场下来后回炉重造，入读中专。虽然现在一听到中专2个字，很多人都嗤之以鼻，但在当时拥有中专文凭是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毕业后，康志成走上讲台，一心一意，两袖清风，3尺讲台。当时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朴实。退休后，康志成充实的生活突然断代，经常待在屋子里无所事事，加上子女移居到新加坡，孙子孙女不在身边，以至于他的日子是越发无聊。机缘巧合下，他打算尝试炒股，当时周围人极力反对，这个年纪还去当韭菜，你这心脏能受得了刺激吗？还是留点钱给自己养老吧，别一天天给子女添乱了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康志成不但没被收割，还用15万元人民币本金赚了400多万元，翻了 N 个 double， 以至于一度成为神话，被街坊议论。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康志成家里取经，小小的单元房俨然成了个教室，这让他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。10多年前的400万人民币，即使放到2024年也不是小数目。按理说，凭借这笔钱，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，每天要吃什么要穿什么都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但康志成表示自己一直过得都很朴素，一件羽绒服能穿20多年。有人说越有钱的人就越吝啬，虽然康志成对自己无比吝啬，但在公益事业上却无比大方。2008年时，他公开表示会将自己炒股赚的400多万元人民币当作奖学金捐给当地学校，奖励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困的学子，让他们可以完成学业。事情一传开后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。此时的康志成不但是民间股神，还是大慈善家。可还没等把这个计划全部实现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出现了。后来某天，康志成求助媒体，说自己被保姆令玲给骗了。保姆不仅骗人感情，还骗了他265万元人民币的钱财。康志成表示家丑不可外扬，自己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多次追讨和商量无果之下，只能将此事公开，目的就是希望令玲能归还钱财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事情曝光后，立即引发舆论风波。按照康志成的说法，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保姆令玲。不少人认为令玲这个女人贪图钱财，才会带着孩子不顾周围人反对，嫁给比自己年长30多岁的残疾老人。有记者找到她，求证康某所说是否属实，可每一次令玲都拒绝采访。直到后来事情发酵得越来越厉害，她才站出来接受了采访。他告诉记者，康志成在媒体上的说法完全不属实，因为这些谣言，自己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，尤其是儿子，本来就因为自己和前夫的离婚，心理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今，因为康志成这件事儿变得更加内向。他承认，康志成确实出钱给自己买了套商品房，也给了自己一笔钱财。可康志成所说的事情，很多都是以偏概全。例如康志成说的每日一吻，说我每次出门前要和他吻别，每次回家后要先和他亲吻，甚至说我一到康志成家就往他家床上钻等，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他就快速的把我拿下，俩人关系越来越好，好的啥程度？不怕你笑话，每一天呢出外头买菜都得跟我接完吻那种。很张扬的一个人，
知道不？他那个曾经他不说他捐款400万吗？他说他穿的什么20年、30年羽绒服，你问问他啥时候穿的？只有人采访他的时候，他给穿上了，像演员似的。家里一来记者了，一看我吃的是什么萝卜白菜的啥？平时你问他吃的啥呀？啊？吃什么？大排骨，你叫他自己说大排骨，喝着排骨汤，就是他利用这个媒体嘛，给他就是造成的荣誉挺大。反过来，他用这个名誉来伤害我。所以我今天我就接受采访，我也想说一说，就是说的，其实真正的受害者是我。镜头前，令玲回忆了她和康志成的交往经过。2008年时，因为炒股，自己得知了康志成这号人物的存在。当时整个圈子都在传这位股神的战绩，15万本金炒到400多万元。后来自己打听了解到，当时康志成家里的保姆刚好辞职，还说想请个照顾腿脚不方便的自己，就是平时帮忙煮饭，偶尔推着轮椅带他在住所附近逛逛。听到这事儿后，自己就主动上门，表示愿意当保姆。令玲告诉记者，自己给康志成当保姆，并不是因为贪图他的钱财，因为早在自己去应聘前，康志成就已经和学校签了协议，约定以400万元的股票收益作为基础，每年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奖学金，支持贫困学子。待康志成去世后，这笔钱全部归校方全权管理。也就是说，康志成已经相当于把钱全部捐了出去，身上根本没多少钱。正是看到他如此善良，自己才愿意照顾他。当保姆期间，住所里里外外的一切都是自己细心完成的。每次有客人来家里做客时，或者看到康志成的精神状态时，大家都评论说，这是请了个好保姆。相处1年后的2009年5月，也许是令玲的细心呵护打动了康志成，又也许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子女的离开带来的孤独，这才让他产生了想与保姆令玲结婚的想法。可对于两人的婚事，周围人给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胡闹。你都可以给她当女儿了。很多人劝令玲三思，和一个脑血栓后遗症和残疾老头结婚，你究竟图什么呢？等到这老头去世后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令玲的姐姐更是直接表示，如果你真的要跟康某结婚，那以后不用姓令了。尽管压力很大，但令玲还是执意嫁给了康某。结婚前，康志成答应拿出105万元人民币全款购买一套180平方米的商品房，普通人买房一般是110平方左右，180平这个面积数已经向豪宅看齐了。此后房价的涨势更是让这套房子价值又翻了几个 double。 按理说，既然两人要结婚，房产证上就应该写夫妻两人的名字，加上买房钱来自康志成，他的名字就更必不可少。可实际上，房产证上的名字只有令玲一人。他解释说，按照政策，房子只有登记在他名下，他才能够把户口迁到沈阳。除了这套房子，康志成还给了他160万元现金，并亲口承诺，即使以后因病去世，这笔钱和这套房子都是令玲的，不会因为自己子女的原因改变。可康志成接受采访时却表示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，自己行动不便，买房这些事情都是令玲一个人完成，房产证上只写了令玲一人的名字，也是自己后来才知道的。至于那160多万元的现金，是令玲从自己手中借的。令玲说要用来炒股，赚了之后再还回来。自己当时本想着写张借条的，但令玲说，既然两人都快结婚了，夫妻间就没有必要搞这些东西，最终就没写下。不料当初的信任却让人吃了哑巴亏。康志成表示，在结婚后的几个月里，两人相处还算愉快，但很快令玲就露出了狐狸尾巴，开始以各种理由借钱，以至于为学校预存的400万只剩下200万。最后忍无可忍的康志成直接摊牌，不会再继续借钱。记者询问，既然当初是向学校承诺以400万作为基数，如今只剩下200万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康志成表示自己很有信心，有这200万，自己再赚个400万甚至4000万根本不是难题。他告诉记者，因为自己不肯借钱，在后来一段时间，妻子经常把自己软禁在家，还拿走自己的手机，不让自己和外界联系。2010年8月，在婚后还不到1年，两人就离了婚。
离婚后，两人继续住在一起，令玲只是单纯以保姆的身份继续负责衣食住行的处理。既然都已经离了婚，那为何还住在一起？而且两人的情况又如此特殊。正当记者疑惑不解时，令玲爆出了一些惊人内幕。他说，康志成和周围人的男女关系非常复杂，此前仗着自己有钱和多名女子保持暧昧，甚至还搞大了一个年轻保姆的肚子。这个保姆离开后，曾上门索要封口费和抚养费，如果康某不给，他就要去警局告他强奸。为了维护自己慈善家的形象，康某选择花钱消灾。可不到一段时间后，又有多名女子上门讨说法。令玲表示，除了男女关系混乱，这人非常喜欢撒谎。此前就说给了怀孕的张姓保姆10万元人民币，可自己去了解后发现，这名女子只收到4万块。自己非常同情对方，要知道她怀的是一个60、70岁男人的孩子，这孩子以后的身体条件肯定不如正常孩子。说到这里，有人肯定会问，为何康某一直要请保姆照顾自己？难道他没有子女吗？这说起来也是令人无奈。康某和子女关系并不怎么好，而且子女都已经移居新加坡。也许就在一次次接触保姆的过程中，无法忍受男人生理欲望的康某和这些保姆擦枪走火。令玲表示，让他印象深刻的除了上门要钱的张姓保姆，还有一个秦姓保姆，也和康志成是不清不白。因为康某当时不给钱，对方直接在康某家吃了很多安眠药，试图自杀，最后被康某侄儿送到医院抢救。虽然命是抢回一条，但和康某的纠缠从来就没有理清过。直到接触到这些事情后，令玲才发现，原来丈夫表现出来的慈善全都是虚伪的面目。已经60、70岁的人还如此为老不尊，正是因为这些事情，他才决定要和康志成离婚。康志成承认自己私生活确实有点乱，为人也比较花心，但在265万元这件事情上，确实是令玲骗了他，一切都是这女人精心策划，目的就是想骗走自己炒股赚的400多万。康志成回忆，早在2010年8月时，他就和令玲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不过出于种种原因，当时令玲还没搬走。直到2011年4月4号，两人因为一件事情彻底闹僵。根据康志成的说法，当天令玲给他做血糖检测时，居然强迫自己把手指按在一张纸上，纸上的内容是一份协议，主要意思是康志成自愿将自己财产中的160万元现金无条件赠与令玲。从笔迹上来看，协议书确实出自令玲之手，但他表示，当时是康志成一边说一边让自己写的，自己从来没有强迫他写这份协议书，签名也是康志成亲笔签的，还附带了手印。可康志成却表示自己是被胁迫按下手印的。为了反驳，令玲说这份协议书一式2份，康志成也有一份，内容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康志成那份内容多了一句话，意思是如果令玲违反协议，曝光康某和多名女子有纠缠的丑闻，他就得被追责。换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这165万元现金在名义上虽然也许真是康志成赠予的，但背后的目的大概率也有封口费的意思。令玲表示，起初自己之所以不接受媒体采访，就是害怕会被追责。可是到如今，舆论发酵的越发严重，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，这才把康某的丑闻曝光，狠狠揭穿了他虚伪的面容。验证自己清白的方法很简单，直接让康某把他那份协议书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就能直接真相大白。可康某就是不肯拿出来。僵持不下之际，2011年4月，康志成向警方报案，说自己被骗走了165万和一套房产，但警方表示这是经济纠纷，建议走司法程序。2个月后，康志成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令玲告上了法庭，要求法庭重新分割当时价值105万的房产以及160万元人民币现金这2笔财产。在中场休庭时，律师多次建议康志成可以向法院申请建立协议，如果真是令玲伪造你的签名，那主动权将完全落到我们这边。可康志成也拿不定主意，他唯一确定的是令玲得把那套房子和160万元还给他。看到康志成说话毫无逻辑，他的朋友向律师建议做精神鉴定，如果能证明签下这份协议书时康志成精神状态不在线，那协议自然没有法律效力。
可好巧不巧，精神鉴定得由被鉴定人的直系亲属提出，不能由本人朋友或旁系亲属主张。加上康某和自己子女关系并不好，远在新加坡的儿子根本不想理这件事，所以精神鉴定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。令玲告诉记者，既然康志成不仁，那他就不义。他已经找好律师，准备以侵犯名誉权等权益起诉。纵观整个案件，要是说令玲对康志成的400多万财产没半点想法，那是没人相信的。但至于令玲是否精心设计，一步步骗取康志成的钱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对于康志成来说，一个已经60、70岁的轮椅老人，居然先后和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，也是无比荒唐，还把照顾自己的年轻保姆给弄怀孕了。这剧情估计只有日本网友看了才不会觉得荒唐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